两岸风险很高，美中之间的喊话跟呛虾也到了个新高点吗？这个是在香格里拉会议上面的对话。董军，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第一次在这个国际亮相里面要讲台湾问题，结果呢一直谈，主持人想打断他，想问，那要不要谈谈俄乌啊、中东啊等等？想不到他坚持要讲完这段台海关系的问题，听听他怎么说。I think we understood the point, but can I ask you to perhaps say a word about the Middle East and Ukraine as well? 先把这个台湾问题讲完，因为这是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问题。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问题要继续坚持讲完，讲什么？他说，对于表态，对台湾更对美。美方违背两国建交的郑重承诺，形容外部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图谋以台制华，严重助长台独的气焰。甚至董军还针对美中台关系发表了尖锐言论。除了批判赖政府是剑指华府，这段谈话其实是讲给美国听的，显示520之后，美中的战略已经互相的持续更深的猜疑之外，台海情势不乐观。他们认为就是美方操控了台海今天局势走到今天。那么香格里拉对话里头，甚至直接批菲律宾在美国的煽动底下才会在仁爱礁碰瓷吗？虽然没有直接讲是谁啦，但是他形容人为的去撞个汽车。我觉得这好像有听亮哥的谈话，亮哥就是这样说的，碰瓷嘛，人为的去撞个汽车，然后倒在那边，给大家造成景象，看到我受伤了，我是受害者。可是环时报道，菲律宾以所谓的确保中国不会在先兵礁岛，就是有各种45天实质准坐滩的做法，是不是在讲这个？是不是在准备创造一种碰瓷的概念？国防部长董军还特别强，有的大国是谁？闯入南海不是霸道行径吗？听听他怎么说。但是你开着车不走大路，你闯到人家家里去了，还不让人家收，还不让采取行动，这叫什么自由啊？如果说这叫航行自由，那我们的法治规则在哪里啊？讲话都很直白，对不对？对象是谁？对着美国讲。对着菲律宾讲清清楚楚，所以中国警告的是对美国在南海挑衅行为的克制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样国际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里头，讲给美国听的就是这个亚太地区部署的弹道飞弹，跟中国发布警告，面对侵犯和挑衅。中国保持了足够的克制，但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在警告美国。那当然，这一场会议里头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很受关注的人，叫做泽伦斯基。泽伦斯基一开始被说很意外出现在这里，一开始讲了关于美国的军事援助等等的议题，但他甚至罕见在公开指责中国大陆那指责什么呢？他说，俄国利用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利用中国的外交官在扰乱和平峰会，没有去参加其实他自己也没去参加。那我们不期望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但是也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不希望中国继续提供俄国国防援助，让我们乌克兰继续被打。董军也直接在回应的时候讲，中方没有协助普京在战争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媒体就问了，那泽连斯基要求跟你见一面，你要见吗？听听他怎么回答。部长您好，您要会见乌克兰总统吗？就是一抹微笑带过了所以要见吗？显然也没有这个意愿。但泽伦斯基直接公开指控他是反驳的那当然，泽伦斯基说要指控大陆提供国防军援的时候呢，有一位徐辉少将跳出来劝泽伦斯基考虑乌克兰人生命的价值到底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拜登讲过一句话很恐怖，他特别提出来说会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如果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民到底为什么而战呢？人都没了，人都死光，只剩下一个人，到底为谁而战？为了拜登吗？亮哥，这是董军在香格里拉会议里面每一个强硬的谈话，甚至也很直白，而且是开战的这样的氛围嘛，亮哥。那个香港01有一篇文章比较董军跟以前4个防长对台湾的发言那他发现有3个地方明显不一样第一个是用词严厉，口气加重他讲到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以前没有讲到这个程度了，没错。那第二个是针对性强，直接点名赖清德。
他说国台办大概还会讲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他是直接指名道姓啊。那第三个是他第一次提到反分裂国家法，就是由防长来讲啊，而且直接讲和平统一的前景正遭到破坏。哦，这个防长不太会这样讲话啦。哦，所以昨天蔡正元才会有那个感觉啦，说这个很不平常啊，不寻常，所以他会这样讲话，当然有他的用意啦，就表示，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跟这个 Austin 谈了75分钟，两个人关系也是剑拔弩张啦啊。那我们知道 Austin 后来提出一个说。你要确定啊，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会接吧？啊，所以我觉得 Austin 讲这话，这个美国人做事是很实际的啦，就是他真的担心会发生状况哦，所以这里如果中国跟美国话都讲到这个那么白哈，然后 Austin 又说，我打电话你要接啊，这就表示我认为美国未来要控管台海的军事的情势，还是会认真处理的。因为这个不会只有台湾啊，因为你如果说中美，他如果认定就是你把局面搞成这样，因为他认为赖清德那个美国是知情的嘛，那可能会波及很多地方哦，比如说对菲律宾恐怕他也不客气了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亚洲地区的冲突啊，你现在只要扯到是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啦，军事性的。我认为他的动作都会加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等闲视之啦，这个，所以坦白这个局面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啦，因为真正的源头是赖清德自己嘛，现在陆委会你出来讲说，哎呀，旅游啊、陆生啊，我们都可以考虑啊，这个不是同一个层次啦，我们讲白了啦，回不去了，那不是回不去了，就是你政治要处理嘛。因为蔡英文以前再怎么样讲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都是有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所以他不会直接讲中国对台湾，是，他多少都会讲北京当局啦、对岸啦、两岸啦，那这些文字在赖清德的用语里面全部消失，完全把模糊完全消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两岸或者是对岸。北京当局、大陆、台湾这样的说法了，他就是全部都是中国台湾，包括他去花莲、去台中巡视部队，都是这样讲话，所以你等于是让大家都没有下台阶嘛，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我觉得这个美国光是看他的就职演说，可能感受不到啦，可是真正做起来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台湾。还有大陆都知道他那个就职演说的真正的严重的意涵啊，那美国也许就没有读出这个东西啦，他可能就说有那么严重吗？互不隶属不是大家都在讲，英文跟中文不是语义的差异，他不了解吗？我跟你讲，就是互不隶属，大家都在讲。后来有人就去查过去的两岸的文件啊，没有错，有人讲过比如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讲过，说以一个中国为指向啊。两岸互不隶属，但有前提呀。对，是啊，就是人家都是有前提的，就是都会加上一些模糊的地带，让两岸还有点特别的关系。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是啊，那赖清德是全部都直接都不要，都直接旗帜鲜明这样对着杠嘛，所以你当然找不到回旋嘛。是。陈县长找不到回旋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董军今天所有谈话态度，就是绝对的强硬，绝对的鹰派。董军这位国防部长啊，他谈了以前国防部长比较少讲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以前对于台湾的问题，他没有讲的这么硬。那个董军当初跟 Austin 在对谈的时候，他就提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那外部势力你完全无权干预，中国坚决反对，美方严重违背承诺，向台独发布错误讯号，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刚刚那个演讲他没讲完，那他坚持一定要讲完的，他还有讲到有关于亚太的3个不允许。第一个，不允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损害亚太，讲的是谁呢？讲的当然就是美国嘛。第二个，他不允许把地缘冲突、冷战、热战引进亚太，就是美国、日本，还有可能要参加的韩国。那第三个，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在这里生战生乱。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是要维持和平的，因为我们台湾所受的教育啊，那在之前大家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大家觉得中国大陆在很多国际场合里面是不讲诚信的，但事实恰恰好相反。除了我们在讲说国共内战之外，中国大陆在国际场合里面它是非常有信用的。所以我们下一节会谈有关于中东的问题，就是如此。刚刚讲的那个徐辉少将啊，他其实是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院长，他不只是这样讲而已，他还很硬气的去对于这个泽伦斯基讲了一段话，我把这段话整个完全的截录下来。第一个，他讲说，他有建议泽伦斯基，你要考虑乌克兰人的生命啊，他到底是为何而战啊？这要搞清楚啊！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过啊，他觉得非常恐怖，恐怖的原因在哪里？他说他会支持乌克兰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但是如果战斗呢，打到最后一个人的话，那乌克兰到底为何而战？都已经没人了。意思是什么？他说这样的战争不过就是你要一直卖弹药嘛，你要一直卖弹药，这个是很可怕的作为。现在大家都说，是无偿给乌克兰的。哦，不，它是有贷款的。那而且有很多部分，不管是波兰或法国或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军备，这部分其实最后他们都还会再向美国补足军备，现在就是这个样。所以这一个大炮一响，真正黄金万两的是哪一个国家？美国。是彬哥，当我们听到董军的谈话，再看看我们赖政府的各种回应，有一种平行时空的感受吗？我觉得董军这次显然是衔命而来的，就是要求他一定要把所有的态度全部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因为以后两岸之间，就是因为赖清德不要模糊空间了嘛，所以就大家都不要模糊空间。就是以后我觉得大陆这边讲话会越来越硬，而且都没有办法转圜。因为赖清德的520谈话大概就给了大陆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是铁了心要走一边一国嘛，你就是要搞两国论，那大陆这边就绝对不能容忍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啦，赖清德你既然有把握讲这个话，那你就应该要做好准备。就是接下来大陆会采取哪一些步骤，然后你要如何的去应对这一些东西。你身为领导人，你有责任、有义务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应对。可是目前为止，我都看不到赖清德有什么应对。正常，董军讲话这么强烈，我们应该有一些说法，我也没看到什么说法。然后 ECFA 有发言人出来讲了一个比较不痛不痒的说法。那你总统本身要出来讲话，你要学蔡英文吗？也要躲个700多天吗？然后 ECFA 被断了，然后你也不讲话。什么东西都交给别人，不是陆委会就是总统府发言人。那请问一下，到底你要干什么？你应该要你的对策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董军这次非常明确，他把台海的问题、把南海的问题全部都讲得非常清楚。他现在就是我也不跟你演了，反正我就是认为你美国侵入南海是我的地方，你侵入我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不让你自由航行，而是你是个恶霸，你闯到我家来。那我觉得这个态势表明之后，接下来就是中美之间那个沟通管道是不是真的通的是很重要，因为美国显然不能停止，而且在大选前，拜登一定不能停止这样做，他还是要不断的在南海这边会有一些事端出现。那双方如果擦枪走火要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那至于泽伦斯基呢，他这一次当然相当罕见的开始批评中国大陆，那指责中国大陆说你在国防上提供俄罗斯资源，那甚至说他跟他一起去扰乱瑞士这个峰会。其实泽伦斯基心里头很明白，但有一个人他不能讲。其实真正扰乱这个峰会是谁？你知道？是拜登。因为拜登都没去了，请问一下，这峰会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大陆去不去其实不是重点。照理来说，真正该去的是谁？是普丁。那普丁你已经不让他去了，那美国拜登又不去，那这个峰会开了干嘛？
根本毫无意义可言。所以我是习近平，我也不想去啊，因为一个根本没有意义的会议啊。所以泽连斯基现在其实真的是内忧外患，他已经困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乱了吗？其实，在这场会议里，香格里拉会议有多边的关系持续在被关注当中，包括了美国，当然主角只有中国大陆跟美国嘛，但美国的做法呢？Austin 继续跟日韩两个人另外在场边的3边会议啊，一致同意要强化安保合作，把高层的政策磋商、信息共享、联合训练机制要来制度化。今年夏天要继续多做几个多域的联合军演，告诉这个也算是回应给中国大陆董军的谈话吗？他们会有多域联合军演的自由刀刃继续来进行军演，所以双方关系如何，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跟韩国的关系哦，前阵子不才刚结束中日韩峰会吗？不是关系稍微解冻了吗？以这件事情来看，时隔的9年，韩团所谓的禁韩令是2016年所发布的，为了要报复南韩部署萨德系统，也是跟美国有关嘛。那现在限韩令总算松绑，从2023年中国开始试水温开始，第一个开放叫 K-pop 的这个签售会，近来更有消息说，釜山独立乐团也有机会到北京去办演唱会吗？那韩团哇，这个全球市场就中国打不进去。如果进去这个市场有多大，当然是要咯。所以现在韩国跟中国的关系，除了在这个所谓文化创意产业之外，中国已经成为韩国商品最大输出国了吗？超越了美国哟。这个数据告诉大家，这是5月的贸易数据，中国出口数额113.8亿美元，创2022年韩国10月以来最高值。那美国呢，其实才109.3亿，直接超过去了。告诉大家说，中国跟韩国的关系成为越来越紧密，有反转的迹象。一边虽然也要做军演啦但南韩大邱市长做了一件事情，他公开的表示，台海终将统一，盼获赠大熊猫。那这个大邱市长啊，甚至跟中国驻韩大使见面，在这个谈话里头公开的发布是热切邀请大熊猫来，然后坚持一个中国，台海两岸就是一家人，终将实现统一。那应对下来，在中国的网红有一上传的影片，炫耀自己是靖国神社的这个涂鸦便溺的当事人，说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目的是伸张正义。所以这个互相的关系是非常多元，那甚至各自在想办法多边关系在表态嘛。那中东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中国跟阿联酋联合声明要进行军事交流，这是6月2号中国的外交部公布的2国声明。这个声明里面有47点这么多，但其中重点在于中阿愿意在国防、军事、安全领域里面展开经济交流、经验交流，而且计划核能项目跟合作是很重要的，所以代表中国大陆在这一块已经越来越深入，甚至军事上面碰触的范围越来越深入，而且甚至中东的石油巨头还传出来说要投资大陆的大模型。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东石油巨头这位沙特阿美旗下有个风险投顾的投资公司，即将管理的这个基金呢，要投资 AI 人工智慧到中国这里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关系这么的紧密之外，看看美国呢？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国就展示它跟阿拉伯关系很好吗？华盛顿史丁森中心的分析认为，美国领导力在失血当中，不在美国说了算的时候，加萨危机更是让他在国际的形象上大受冲击。中国选择站在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其他人这一边的话，正在加大影响力吗？而伊朗外长特别召见中国大使，这个问题也让大家很关注。他目的是为了抗议跟阿联酋有争议岛屿的这个主权问题的时候，中国好像有一些在发言上面他有意见，但重点在于他还是希望中国能扮演调停的角色，让双方呢有进一步对于所谓的岛屿权有更多的谈判或沟通的空间。显然，中国大陆在这个领域里头已经变成一个和事佬嘛，有更关键的影响力。亮哥从日美韩想要进步加深更多的演习，再看到中东。韩国当然有很多制造业遭到中国的产业的冲击啦从手机开始嘛，到成熟制成的半导体然后到汽车，到造船，到 OLED， 所以当然它出口到中国就变少了。所以他现在在争取什么？他现在在争取服务业，因为中韩那个 FTA 如果能够升级到2.0版，那就会包括服务业。
那韩国的服务业，我认为相当有竞争力因为我到上海就有看到有一家咖啡店叫 MANN，那个盖得相当豪华啦，那韩国店那更不要讲韩流了 K-pop， 有市场的所以他当然要想方设法在服务业赚点钱回来嘛，不然这个赤字我认为会越来越大那日本难度比较高啦，说实在的可是现在中国大陆还是愿意大家来谈中日韩 FTA， 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概发现 CPTPP 要参加没那么容易了，因为美国有否决权因为墨西哥跟加拿大还是要尊重美国的意见，那这个是共识决所以如果 CPTPP 没有那么容易，那这个对台湾也是坏消息啦，因为中国如果被美国否决，台湾也被中国否决。所以你就变成，所以他才去弄中日韩是，那这个当然也是一方面要跟美日韩来做平衡这个大家都了解那中国对外的影响力我觉得“一带一路”是先穿透了非洲啦那接下来就是东南亚那现在聚焦的就是穆斯林，应该说广义的穆斯林那中东当然是最明显的这个就有人讲一个政治笑话了，说拜登2年之内就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打在一起，中俄伊嘛，对不对？那后来有人说不是啦，那个伊是伊斯兰那全世界的伊斯兰有47个国家，是，所以我觉得加沙战争真的是得罪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因为我最近看到那个新加坡有一个很重要的智库他做了一个好感度的调查，那美国在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文莱暴跌因为这3个国家都是穆斯林，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很大啦。所以这连带的当然就使得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得到空前的优势。那最明显的就是阿拉伯世界嘛，这个最明显的嘛，而且它又促成了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和解。那现在也要促成哈马斯跟法塔赫的和解，这2个难度都极高那结果他竟然都做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觉得确实美国现在在中东要再来主导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穆斯林已经知道你的本质就是什么，你对以色列支持到可以不讲任何是非对错，就是这样美国队长过去代表的形象是所谓的人权正义但是从加萨走廊这一战，其实已经打坏了。所谓人权吗？正义吗？好像还是谁说了算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香里拉会议里被关注的，就除了董军非常强硬的谈话之外，就是美日韩多边的会议里面说要继续今年夏天继续更多的多边演习跟军事的合作了。其实北韩也真的很有一套最近一段时间他将垃圾、将秽物放在气球里面，然后直接飞过非军事区，直接砸在南韩。那这一个动作呢，其实南韩非常恼怒因为其实他放了这些粪便、这些秽物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传染的疾病其实并无法得知那所以南韩其实也已经单边暂停了所谓的919军事协议。那这一个部分呢，那当然，今天稍早的时候。北韩也已经发布说，他不再丢这些垃圾，终于吗？对，终于，他终于不再做这种粪便气球了，他终于不做了。但是呢，他在5月31号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指标性的，也就是5月31号，他使用了多管火箭齐射，然后齐射一个岛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弹着其实是非常密集的。这是展现给谁看？这是展现给南韩看。因为它的多管火箭虽然射程蛮长的，但是跟解放军的 PCH-191当然还有一段落差了。那但是他已经告诉南韩，如果说南韩有什么样的动作的话，他就会用这一些多管火箭直接打到首尔去那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日美韩防长承诺要在今年
进行这个自由刀刃的这个多域军演啊。什么是多域？多域就表示它不是只有单一的一域，什么域呢？陆海空太空，还有网络，还有电磁频谱。这个已经跟以往的演习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看到跟澳洲，我们以前看到美国跟菲律宾都讲叫做什么？叫做共同可操作性的军演。可是他这次讲的叫做多域联合军演，意思也就是他的层级提高了。那韩国呢也跟上这个，也跟着一起做。但是这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什么？铺路，铺什么路呢？也就是说，在5月10号啊，日本的防卫大臣木原忍他讲说，美日要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而且要设立统合作战司令官。那其实这一次的军演，也就是为了这一个司令部它的一个指挥以及管制做一个铺路的动作啊。那这个为了东北亚也是埋下了不确定的因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日关系在峰会之后正在改善当中，不过有一位大陆网红呢，却上网去上传呢，用便溺去涂鸦当地靖国神社的画面，引起日本很多人的不满跟抗议。现在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了一个声明，他说希望约束这些网民呢，或者是在当地的公民呢，要有比较正确的行为，以考量国际社会的形象。这个事情在日本闹得很大，他们甚至有一个比较激进派的一个医生哦，悬赏1000万日币要抓他，那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人已经。据说他一做完这件事，马上就搭飞机回到大陆去了。那所以当然现在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那大陆方面也出来制止了，是说希望大家在外面你还是要遵守这种相关的规定的，不能去搞这种东西。说实在话啦，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是有政治上的想法都没关系，但是用这种你说这样是伸张正义吗？我觉得这个只是在发泄个人情绪而已吧。这个对整件事情一点都没有帮助，反而是制造彼此之间的仇恨。我真的觉得这种行为真的是大可不必啊。那实际上呢，包括韩国，你看这个大邱市长好像他一直在积极争取中国大陆的熊猫，对不对？可是实际上韩国最近才刚还给大陆一个熊猫叫福宝，然后结果呢，福宝还回去之后，现在南韩那边在联署抗议。因为那个福宝回去之后，他们好像有帮他做检疫还是干嘛，结果据说这个福宝身上出现脱毛啊，然后那种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感觉，好像健康状况不佳。那因为韩国人当时都很喜欢这个福宝嘛，所以他们现在一大堆，据说超过6万名以上的网友联署抗议，说你们怎么可以虐待福宝，应该怎么样？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整个假日哦，几乎都是一个人的个人秀，是谁呢 ？NVIDIA 黄仁勋，对不起，黄仁勋的个人秀，他几乎是在各个场合，连夜市都已经席卷了。AI 之神哇，大家都在传颂他的谈话。昨天的演讲到9点半，那大家都还在一早都在解读他到底讲了哪些话，引起了台湾这么烧，国际议题也都在报道。这个所谓的全台风老黄哈，这种发烧影片，光看看他在昨天台大的演讲里头 ，TBS 直播线上有多少人呢？线上是有6万人，然后同时观看加一加到早上，现在一定不止了，应该有可能破100万，是91万人次的发烧第一名。再看他的演讲，他的中英台语夹杂的黄仁勋带给大家哪些讯息？那大家都在观察 AI 的未来，还有他对于台湾的高度肯定，讲过台湾有多么重要啊，听起来就舒服，是不是？但是呢，绿营这个时候也要用他的谈话来做政治操作吗？居然说闹大了哈，有个蓝白粉，为什么这个是蓝白粉？因为有这个粉专去公布了黄仁勋的身份证字号，然后还把他的这个所谓的省籍啊籍贯呐，更不是台南人是台北人等等的来公布了哦，结果特别去强调这个粉专是倾向反绿的过去也公开过，巧心各自啊。那可是这个时候硬要说是
绿营二分法来讲说，这个就是挺蓝白才会这样对吗？那其实这个不止肉搜过黄仁勋，过去这个 PTT 的创世神也报黑夜奇侠这个粉专啊，也曾经有各种的不同的行为，蓝绿白他都打的，可是呢，现在刻意的在说要NVIDIA 会打要告他哦，就说这跟逆风的乌鸦什么样，都是专门攻击挺台湾的名人造谣账号，这种二分法看起来也是惯用的手法哦，大家相信吗？但问题是王定宇的脸书怎么写呢？大家说，哎呀，大家有发现吗？辉达 NVIDIA 的世界布局有台湾。没有中国啊？你确定吗？黄仁勋的确也很努力在维持这个供应链市场的平衡，包括中国市场。过去曾经讲过的是，晶片可以不在台湾制造，他说，但中国市场无可取代。黄仁勋密集访台厂的时候，他表态也不放弃中国市场，甚至他特制的是陆版的特制晶片。H20预计第2季就要量产，我们更没有忘记他穿上这个东北大花哦，东北2人转跳舞的画面，这也是为了中国市场，让当地的员工开心嘛哦，这种当地的在地认同是他一向包装的很温暖的企业家形象。难道今天到了台湾来了之后，这些就别人帮他宣布放弃吗？啊，当然不是啊！哦，所以当绿营在出口转内销的时候，又有几种新的说法哦，例如像美国海军部的前副部长，这位约克镇研究所的所长啊，现在媒体嘛，投书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说，提醒世人啊，对台湾真正的威胁是中国不太可能侵略台湾，但决心颠覆。还有操纵台湾的政治哦，这个说法马上就被民进党很开心的来引用啊，就说可见呐，像傅昆萁去见王沪宁啊，负责台湾政治颠覆啊，这个就是代表在拉拢国民党嘛。那个当然出口转外销转内销，这就是民进党一贯在宣传上的手法咯。所以馆长觉得很看不下去，听听他怎么说。我是立法院长，不够大声。柯建铭，臭伊人了啦！要听拢听啦，无听用。让我继续念，不够大声，会啊呢？我不会像韩国瑜这么好声好嘞，我会说柯建铭这听无稀罕爆，要听较点的啦。要听我讲较点的，那我就继续念，好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像韩国瑜这样做。他就是说，在立法院这个乱象里头，是自己执政党在乱啊，在混乱议事啊。但问题是怕狼话丢狼，后来说，哎呀，你们黑箱，哎呀，你们不协商。现在还说我们是朝野协商的时候到了。这样子外销转内销，或内部也是这样子来做话术的时候，印太的军事状况又如何来观察呢？来看看亚洲啊，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从2003年到2022年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演习，这计算起来亚洲的这个演习次数，美国很关注，大概有1113次之多。但是中国大陆呢，在亚洲这个附近的演习其实是130次。显然，对于中国试图通过深化少数地区伙伴演习关系，缩小差距，可以看到美方在印太这里的部署是非常的强烈。相对比来讲，是谁比较担心会动用武力？还有倾国之力啊，中国第2艘的造船第二级的船厂造万吨大驱，有第10艘055舰下水了。在新闻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船呢是一间名为大鼓山的2级船厂，负责施工，还不是1级的，显示中国倾全力正在做的是什么？海上的军事强权，都是万吨级的啦。那根据商业卫星的影像，还说这盖造船厂呢，还有另外1艘052D 的驱逐舰也在建造当中。我们今天刚好看到台湾的新闻说，我们的相关海巡的人力严重不足，连开船的人都缺少。那所以像国军的噩梦吗？真的还很多。中国想要的是各种的第6代战机，中国的目标是在2035年要部署，美国是2030年。专家分析，美国预估的
会比中国领先5年，但是看到中国的歼20急起直追美国第5代的战机 F-22跟 F-35，所以美中的军力正在缩小，才会引起美方这么的紧张，希望在区域平衡里面把中国给打下去。亮哥，当我们看到黄仁勋整个在秀啊，它代表的是一种AI 时代来临啊，还台湾一直感谢台湾啊，强调台湾的重要性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时候拿来做操作也是民党刚好而已啦。不，其实台湾人绝大多数都以黄仁勋为荣啦，是，谁会去攻击他，对不对？这攻击也是太无聊了啦。台南人、台北人有什么差别吗？其实那个蛮无聊的啊，本来就很无聊啊那是浙江爸爸又怎样？对啊妈妈台南又怎样？事实上，昨天他在台大那个演讲厅最后那2分钟是蛮感动的，真的那看到真的嘛，因为台湾真的就是 AI 硬体的重镇嘛。事实上 ，NVIDIA 几乎都在台积电下单，这是事实啊，所以本来就是共生的关系啦啊。那周边坦白说了，台湾你现在直接能够打电话搭得上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的 CEO 或者高级干部，已经越来越难了啦。早年可能比较容易了，像林百里他们那个时代啊，所以台湾那个时候就是很容易接上美国的第一线的消息嘛。所以黄仁勋啊，或者是苏之峰，我说超维啦，这2个当然是台湾的宝贝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得到第一线的消息，对不对啊？那他事实上也高度依赖台湾的生产，这也是事实嘛。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不知道在吵什么了啊。这个因为那个人后来被下架了，就去不暴露那个个资啊。我是觉得有一点大家应该又去思考啦，就是说。这有2个部分啦，就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 AI 对台湾很重要嘛。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也说台湾要推动成为 AI 之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赖清德不能跟他见面？就是世界级这么多人来台湾，请问为什么赖清德跟他见不上面？情谊也好啊，我为什么见不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英特尔的那个 CEO 也来了，Kissinger 啊，为什么见不到？为什么都是见到美国的政客？这种世界级的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的老板，你为什么见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卷入两岸的纠纷嘛。我跟你讲了，你只要去那个美国商会，你去看看，如果赖清德去，你看有多少人愿意跟他合照？这是因为他们都是跨两岸的嘛，所以你去想一想，你说黄仁勋会不在乎大陆市场？怎么可能？这睁眼说瞎话嘛！你如果这样讲，那黄仁勋好不容易来台湾，请问为什么赖清德不跟他见面？绝对不是我们总统府不运作跟他见面，是他不想沾到两岸的政治嘛，因为现在两岸关系非常的紧张嘛，事实上就是这样啊。那英特尔也是啊，英特尔现在还在担心它的 CPU 中国大陆的禁用范围会越来越大嘞，所以我说有一些现实面啊，所以有一些人啊，我说比如说王定宇啦，这个就是还是回到了，就是人家不是劝吴思瑶书要多读一点，王定宇你书也多读一点好不好？这个照理讲应该是天大的机会啊！这个 AI 的重镇，几乎所有的大老板都来台湾，结果为什么不跟总统见个面了？不是 AI 内阁吗？我知道啊，所以你就知道，当你把两岸弄得那么紧张的时候，人家很难做人嘛，人家也要做大陆的市场嘛，是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啦，这个大家也是要了解了 ，AI 产业的耗电率啊。事实上，美国已经大概做出研究了 ，AI 产业的耗电，尤其是你如果做伺服器中心、做那个大语言模型的计算，就大模型啊，那是非常耗电的。没错，因为它需要有大量的云端，然后就一直都在算啊。那请问我们经济部有没有把要发展 AI 产业可能增加的发电的量算进来？你有没有算进来？美国跟中国没有缺电的问题啊，那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吗？所以我是说，我们要提醒几个
当然就觉得有点玄机的点，让你注意一下。第一个，为什么赖清德跟这些大咖见不上面？第二个 ，AI 产业如果要在台湾大量发展，电够吗？难道你都只做零组件吗？不做 AI 的最核心的部分吗 ？AI 的最核心部分就是做大模型啊，做各种实际的运用啊。那算力就要在你台湾内部啊。所以我说有一些问题自己要回应啊。亮哥讲出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当他蹭黄仁勋热潮，这2天都是啊，民党要蹭怎么蹭，只能像王定宇这种蹭法呀，他其实没有办法实际接触，那只能用周边的，用黑的模式。我觉得黄仁勋当然他带起一股旋风，而且不是一次，他每一次来都会带起一股旋风。那你说政治人物想要去蹭，或是一些无聊的人士想要去蹭，这个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嘛，因为现在就是流量为王嘛，他流量最大嘛，大家都跟着蹭嘛。那可是你把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他其实也是到处在攻击别人的人，然后就把他当作好像是蓝白在野的代表，这个很奇怪。尤其是杜奕瑾讲这个人专门攻击挺台名人，所以你认为徐巧芯也是挺台名人，因为这个什么黑夜旗下也攻击过徐巧芯啊。对，那所以巧芯也是挺台名人吗？原来是被杜奕瑾认证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喜欢用这种意识形态，不断去牵扯这些东西，就把自己弄得很狭隘。黄仁勋当然有他的大家需要去关注他的地方，可是我们应该想想看，黄仁勋来之后，我们台湾这么多大老板跟他结合之后，我们真的能够发展出所谓的 AI 王国吗？真的会变成 AI 重镇吗？台湾现在可能是 AI 晶片的重镇。可是我们的 AI 发展是重镇吗？对，这完全是两回事是幕后工程啊。是啊，我们是代工重镇，零组件重镇。对啊，你要知道，世界最近才做了一个评比啊 ，AI 世界排名第一是谁？想当然美国，第二是谁？你知道？中国大陆，台湾排第几？你知道？26。所以我们重镇在哪里？那我们准备投入多少预算去把自己变成重镇？除了代工之外。我们最近听说那个中央研究院才准备有一个计划，也要去弄几十组高阶晶片，准备把它做阵列。然后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几千万而已。几千万你跟人家搞什么台币哦？几千万台币你跟人家搞什么 AI 重镇啊？人家现在随便动辄都是上百亿美金在搞。那所以我们只打算花这么一点点钱，你怎么可能变成 AI 重镇呢？我觉得。今天会不会变成 AI 重镇？我们看左荣泰嘛，他总预算案他怎么提嘛？你如果要变成 AI 重镇，你势必要投注大量的资源在这些地方嘛。尤其法规很多要配套，你相关法规也要跟着修改啊，是，不然的话很多东西都绑手绑脚。但是你觉得左荣泰会做这件事吗？我非常的怀疑。所以不要用嘴巴讲，而是要看实际行动去论断。那至于说强调这些中国威胁论啊，或者说这个辉达不会在大陆啦。如果辉达不会在大陆的话，他现在干嘛绞尽脑汁想要设计出一个能够符合美国法规又中国大陆又愿意买的晶片？他干嘛做这件事？他就不要卖给中国大陆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人家黄仁勋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啊。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哦，都是我们的政客都把所有的东西都牵涉到意识形态，都去整个搞拧。那 New Talk 这一篇我是觉得非常奇怪，他说。中国大陆想要6代战机，可是呢，中国目标2035年部署，美国2030。我告诉你，这2个都骗你，不可能。真的哦。美国如果2030就要部署，今年已经2024了，飞机在哪？你都不用测试了、哦。你要先进战机，你可能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慢慢去测试它、啊。那现在你连飞机都还没引那请问一下，2030怎么可能部署呢？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现在应该是在研发，没有错。你时机也没出来啊，你短短10年之后你就要部署，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把军事科技当游戏，军事科技都是玩命的东西，千万不要乱扯。黄仁勋2次演讲主题就是跑起来吧，不要再走了哦，因为 AI 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赶快追上。但台湾跑起来了吗？昨天晚上大家都跑起来了，大家都在看黄仁勋演讲的直播啊。那在这直播里面，他讲到加速运算的算力通膨，那也就是说，未来其实都是在 AI。但是有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讲到 TVBS 它的这个连线
的人数这么多啊？因为他即时口译，而且因为我有比较他的即时口译跟黄仁勋直接用英文演讲，其实内容非常吻合啊。那它不像其他的，有的是用那个 Google 直接在那边翻译啊，其实翻译的不怎么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除了算力通膨还有什么？还有兆建通膨啊，兆建通膨在对岸啊。那兆建通膨，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大孤山的港口啊。那它为什么这里有蓝色的、有绿色的、有红色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我们这样看啊，它的绿色的部分啊，其实也就是055的万吨驱逐舰。那红色这个部分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052D 的飞弹驱逐舰的部分啊。但这一个有什么特别呢？也就是它其实不是一线造船厂啊，一线造船厂在东北，也就是大连造船厂，然后在在靠近上海那边江南造船厂，然后在广州那边，也就是广船国际这个造船厂，这都是一线的造船厂。可是这个已经不是一线造船厂，而且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大连造船厂在这边，这个是4月12号，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舰它在进行海试的时候，就是从大连造船厂这边出海。我们刚刚讲到大孤山造船厂，其实它在这个位置，它为什么称之为2线？因为它造舰的排水量其实是有限的，但是足以因应这个055的万吨驱逐舰啊。而且它的造船厂的位置其实跟大连造船厂并不在一起。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造船厂。辽南造船厂，辽南造船厂也就是之前我们曾经看到类似这个北欧的这个 Visby 的这种巡防舰啊，那它其实应该是巡防艇啊，那它也其实这是一个新的造舰工程。那只有这样吗？这样子有很吓人吗？小舰长，你真的值得讲说造舰通膨吗？好，我们接着继续看啊，这个就是江南造船厂。这个是我们大家现在传闻中的076的那个无人机的2栖攻击舰啊，那是在这边。可是我们在这旁边看到还有这3艘是什么？这3艘就是054A 或者054B 的飞弹护卫舰啊，就这2艘。那我们刚刚讲到还有关于造舰通膨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大孤山。这个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一种无人机的航空母舰，它在哪里啊？那个有很多人说它是在长江的上游，没有，它在长江的下游，它其实是在江苏省。那这个是在哪里？大洋造船厂，它也是2线造船厂。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的造舰的数量已经多到它的1线造船厂来不及造，然后已经把部分的产能交给2线船厂。这个其实就是技术扩散，然后让产能整个提升。这个是美国最害怕的一件事。